对于美方对华加征关税，中方曾多次强调，取消全部对华加征关税有利于中美，有利于世界。不过，美国拜登政府在释放多次矛盾信号之后，还是决定维持对华加征关税。还有报道称，拜登政府将继续限制美国资金投资中国科技企业。2018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分2轮对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有效期为4年。有关安排原本在今年的7月6日和8月23日到期。美国贸易代表处自5月起检讨相关措施，并征询业界意见。周五，美国贸易代表处发表声明称，收到超过数百家企业要求延长对华关税，所以相关措施不会终止，但会启动审查程序，进一步进行检视，预计可能需要几个月，期间关税继续有效。声明还说，拜登政府可能做出改变，最终决定需衡量这类行动对美国经济，包括消费者所造成的影响。虽然美国贸易代表处打着美国制造商企业反对的旗号继续延长对华关税，但绝口不提要求取消加征关税的声音。此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就曾代表260多家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呼吁全面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它是有一点点技术的层面，有点耍了一点小心眼。你看，是我的国内厂商要求继续加征，而不是我美国政府。但这些厂商实际上占的并不是大多数，而是少数。我们经常说是沉默的少数，这次可能是沉默的多数。这个声音被政治界给压倒了。这释放的信号就是中美经贸关系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反而是雪上加霜。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美方将这个经贸问题已经完全的政治化。由于国内通胀压力持续增大，拜登政府此前一直在考虑是否应局部取消前任政府所实施的对华关税，但迟迟未能做出决定。过去几个月来，美方反反复复就关税问题释放矛盾信号，一会儿说考虑部分取消对华加征关税，一会儿又说保留关税作为对华博弈的杠杆。美媒曾披露，这背后的原因是白宫内部就是否取消对华加征关税一事无法达成一致，一度吵得不可开交。其中，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就是坚定的保税派，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则被认为是取消派。他在6月19日曾表态称，特朗普时期一些对华关税没有战略意义，反而提高了美国人的成本。中美贸易额近年屡创新高，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对美国出口2.25万亿元，增长15.1%，对美贸易顺差1.57万亿元，扩大21.7%。去年，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有个测算，美国政府加征的关税，其中差不多有93%是由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买单，只有7%左右由中国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水清对深圳卫视表示，随着11月8日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拜登决策的选举考量也越来越大。在美国内部，为什么一会儿释放出来我要取消了，一会儿又说我不取消？实际上，他们也是在试探这个市场。市场会对他们做出的这个风声作何回应？同时呢，在美国的内部，对华的强硬已经成为政治正确。拜登也在考虑，如果对华的这个302关税进行豁免或者取消，会不会影响他的这个选票？所以这个问题已经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政治的考量。除了继续对华加征关税，彭博社引述消息称，拜登政府考虑采取措施，限制美国资金投资中国科技企业，可能在数月内签署相关行政命令。正在讨论的方案包括建立一套系统，让政府有权直接阻止投资。白宫也正和国会讨论立法，要求美国企业事前披露在中国某些行业的可能投资。所讨论的选项包括建立一个机制，让政府有权直接阻挠投资。值得注意的是，前不久拜登签署的2022年降低通胀法已经规定，禁止获得美国政府补贴的半导体厂商在中国扩大投资。而拜登新酝酿的行政令则将黑手伸向了更多领域。中美科技博弈的另一个焦点是顶级计算芯片。新加坡联合早报称，到目前为止，美国并未全面切断对中国企业的半导体供应，而只是针对所谓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个别公司，如华为和中芯国际。这2家中国企业都否认美国的指责。美国最近采取的措施显示，拜登政府倾向于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要全面禁止中国获取科技。
美方日前禁止英伟达和 AMD 两家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顶级计算芯片，试图进一步封锁中国的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然而，美国企业首先遭受重击，英伟达股价连续暴跌，随后紧急澄清，限制出售不等同于断供。从中国市场规模来看，英伟达遭受的打击不小。据英伟达自己估算，2022年第3季度，他们在中国的潜在销售额会减少4亿美元，而此前的预估收入为59亿美元。而美国的出口禁令对中国企业来说，也可能是国产替代的机会，能够推动原本上下游之间互动不足的国内芯片产业链进一步发展。中国外交部此前曾多次表明，任何限制打压都阻挡不了中国科技发展。美方搞限制脱钩，只会损人害己。美国对华的最开始的这个政策，我们把它称为叫小院高墙，也就是说，我在这么一栋墙里面，哪些是我要重点保护的领域，那就是高科技。所以，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就是不管是打压还是防范，肯定侧重在高科技领域。它是在逐步的完善，就是怎么样去压制你在高科技领域以及在一些新兴的领域的发展。美国欧亚评论网站发表文章，题为《遏制中国可能引发全球萧条》。文章认为，拜登政府为追求美国的单极霸权，正给中国、西方、新兴亚洲和全球南方的未来经济稳定带来风险。文章指出，在21世纪勉强维持美国的霸主地位，已得不到基本面支持。这种做法可能将世界经济推入滞胀的衰退，甚至导致严重的全球萧条。眼看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民主、共和两党之间越发剑拔弩张。拜登周4发表演讲，猛烈抨击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称他们代表的极端主义正在攻击美国民主的根基。但这种表态引发许多美国人不满，称拜登是美国的首席分裂者。拜登在第2天不得不紧急找补，称不认为特朗普的支持者都对国家构成威胁。特朗普也毫不示弱，发起回击。他周6在一场活动上指责拜登是国家的敌人。周6，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尔克斯巴雷举行中期选举季的首次集会，这也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突袭他私人住所海湖庄园后的首场公开活动。As you know, this week, Joe Biden came to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to give the most vicious, hateful, and divisive speech ever delivered by an American president, vilifying 75 million citizens plus another probably 75 to 150, if we want to be accurate about it, as threats to democracy and as enemies of the state. You're all enemies of the state. 惹恼特朗普的讲话是拜登2天前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独立厅发布的。Too much of what's happening in our country today is not normal. Donald Trump and the MAGA Republicans represent an extremism that threatens the very foundations of our republic. MAGA forces are determined to take this country backwards to an America where there is no right to choose. MAGA 是特朗普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英文缩写。拜登演讲企图将共和党分裂成支持 MAGA 的人和不支持的人，这引发共和党的强烈不满。特朗普先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拜登要么是疯了，要么是痴呆晚期。一些美国舆论也指出，拜登的讲话并不妥当，违反了他上任指出声称要弥合美国社会分歧的初衷。外界注意到，在费城演讲的第2天，拜登就一改演讲时严厉的语气。Consider all Trump supporters to be a threat to the country. I don't consider any Trump supporter to be a threat to the country. 拜登给自己打圆场，称他的演讲只是重申反对暴力以及怀疑选举的行为。纽约邮报评论道，拜登看起来是在试图收回前一晚在美国政治圣地费城独立厅演讲时过激的政治言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在黄金时间发表演讲并不常见。英国卫报注意到，拜登在以往发言中通常避免提及特朗普的名字，而一直用我的前任来指代。但拜登这次非常罕见的火力全开，3度直接点名特朗普及其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
拜登的这番言论被外界视作上任以来对特朗普最严厉的批评。白宫官员还透露，拜登为这场演讲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但是《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3大主要电视台，包括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都拒绝转播。英国《卫报》等在现场的媒体还特别报道称，拜登的演讲过程中遭到嘘声，一些抗议者甚至在独立厅外高喊要求拜登下台的口号，称拜登在向半个国家宣战。观察认为，拜登不论是在演讲中突然进入战斗模式，还是在事后紧急找补澄清自己并不是一棍子打死特朗普支持者，实际上都是为了选票。中期选举常常被视为对美国总统上任以来成绩的一次期中考试，而从目前的迹象看，民主党的前景并不乐观。Was 68 days before the election, right? That's a political speech. And my guess is you're going to hear more of the rhetoric we heard last night from both Biden as well as Democratic candidates between now and November 8th. 值得注意的是，最新民调显示，共和党的支持率在海湖庄园被搜查后应声下跌，目前比民主党低3个百分点。分析认为，在特朗普家中搜出上百份机密文件，无疑对特朗普本人及共和党的信誉造成很大打击。甚至还有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原定9月5日宣布参选下届美国总统的计划也被搁置。他决定等到中期选举之后再做决定，此时无疑是对特朗普穷追猛打的最佳时机。周五，美国联邦法官公布了联邦调查局特工海湖庄园搜家行动中清查的物品清单。长达8页的文件显示，一共33箱的物品中有1.1万多份政府记录和照片，包括103份各类机密文件，其中18份被标记为最高机密。检方表示，他们正在调查特朗普是否违反了管理机密信息的反间谍法，以及1978年通过的总统档案法。该法律规定，所有总统记录都属于公共财产，总统在离任后有责任将留存下来的文件转交给国家档案局。但特朗普此前回应称，在他家发现这些文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自己曾经是总统，持有机密文件是完全合理的。周六，他进一步对支持者喊话称，突袭搜查海湖庄园是对正义的嘲弄。特朗普说，我们目睹了美国历史上任何一届政府最令人震惊的滥用权力行为之一，这是美国自由面临最真实威胁的最佳例子。 The FBI and the Justice Department have become vicious monsters, controlled by radical left scoundrels, lawyers, and the media who tell them what to do, you people right there, and when to do it. They're trying to silence me,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y are trying to silence you, but we will not be silenced, right? 对现任总统进行搜查，在美国历史上非常罕见。对前任领导人保持应有的尊重，被认为是美国政治的一大优点。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指出，美国党派斗争极化，社会分裂加剧，政治冲突升级，甚至可能会动摇美国的根基。美国民众对此也深感担忧。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周3公布一项民调数据显示，6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民主处于危险之中，这一比例较今年1月上涨了9个百分点。I think we're more divided than we ever were.